哦，臘八節到咯咁又點呢？過咗臘八就係年啦，一年咧再加團圓，祝大家臘八節發發發。2025年1月7號就係臘八節啦，臘八即係每年嘅農曆12月初8。咁關於臘八節嘅由來，民間傳說話係同赤斗打鬼嘅風俗有關嘅。相傳五帝之一嘅顓頊氏，佢有3個仔，咁瓜咗老襯之後就化成惡鬼，好中意出嚟嚇啲細路哥嘅。咁古時候嘅人係好迷信噶嘛，咁總係覺得大人同細路哥有啲咩頭暈身慶嘅嘢啊，都係同嗰啲逆鬼作祟有關嘅。咁呢啲惡鬼天不怕地不怕，唯獨是就怕赤斗。咁所以民間就有咗赤斗打鬼嘅講法啦。後嚟就演變成為每年嘅臘月初8都將啲紅豆啊、赤豆啊熬成粥，去逆刑場保平安咁話。咁第二個講法話同朱元璋有關，係起源於元末明初。據講當年朱元璋落難喺監獄中受苦嘅時候，咁當時嘅天氣又凍，佢又肚餓，佢喺老鼠窿嗰度就揾到啲紅豆啊、大米啊，仲有紅棗啊，將佢熬成粥，用嚟填飽個肚。咁因為嗰日咁啱又係臘八節，咁朱元璋食完嗰碗熱辣辣嘅粥之後，就將佢改名為臘八粥啦。後嚟朱元璋平定天下，做咗皇帝之後，為咗紀念佢喺監獄嗰度咁特殊嘅日子，咁於是就將臘月初8定為係臘八節，將嗰碗五穀雜糧嘅粥叫做臘八粥啦。第三個傳說就話呢個臘八節其實就係出於對忠臣岳飛嘅懷念。咁相傳喺南宋時期，岳飛率領軍隊去抵禦金兵，咁當時候正值又係數九嚴冬嘅天氣，咁士兵着得又唔暖啊，食得又唔飽。當地嘅老百姓就送粥去支援啦。咁呢啲士兵食完碗粥之後，因為精力充沛，大勝而歸。咁後嚟喺岳飛死咗之後，老百姓為咗紀念佢，喺每年嘅臘月初8都會用一啲五穀雜糧熬成粥。咁後嚟慢慢就形成咗個風俗啦。不過比較多人認同嘅就係話臘八節其實起源於佛教，話當時釋迦牟尼喺成佛之前就暈咗，俾牧羊女用一啲野果啊、五穀雜糧熬成粥救翻醒。咁佢成佛當日咁啱又係臘月初8，咁佛教嘅信徒為咗紀念呢件事，就仿效牧羊女去樂善好施，將啲粥煮好之後去供佛，並且係分俾一啲窮人啦。咁後嚟民間亦都開始流傳話臘八節要食臘八粥，咁將呢一日亦都叫做法寶節、佛成道節，咁嗰碗粥又好自然叫做佛粥啊、福德粥啦。喺南宋嘅《夢良錄》入邊亦都有記載，話此月寺院謂之臘八，大剎等事，具設5味粥，名曰臘八粥。咁實際上呢一日係上古時期重要嘅年終祭祀日，起源於古代嘅臘祭，原本就係古時候嘅人用嚟祭祀啊、感謝、祈求神靈嘅保佑，祈求祖先可以保佑五穀豐登、保平安嘅一個儀式。咁起初嘅日期都係唔固定嘅，後嚟喺魏晉南北朝就將佢固定喺臘月初8。咁民間亦都有咗臘八不吃粥，來年不豐收嘅講法。嗱，呢一個就係臘八節嘅由來啦。咁臘八節嘅天氣有咩預兆呢？臘八大晴天，許所就種仔秧。呢句農諺嘅意思即係話，如果臘八節嗰日係晴天嘅話，就講明溫度唔係好低，冷空氣嚟得比較遲，走得亦都好遲嘅。但係到咗聽年嘅雨水季節，農作物啊同埋嗰啲幼苗就好容易會俾凍死凍傷啦。因為臘八節正值係3·9天，本應該係落雨雪嘅天氣，但係如果係晴天嘅話，就講明呢個冬天唔會好凍。咁到咗過年期間，可能就出現倒春寒嘅天氣啦，即係話到咗春天嘅時候，忽然之間就好暖，大回南咁嘅樣，但係忽然之間又好凍喎。嗱，呢一種忽冷忽熱嘅天氣係好影響農作物生長嘅。臘八大晴天，春節許水多。按照老一輩嘅講法就係話，如果臘八節當日天氣係天氣晴朗、晴空萬里嘅，就預示住過年期間嘅天氣會落雨落雪咁話。喂，落雨又落雪，好影響探親嘅喎。咁如果臘八節落雨呢？臘八許淋淋，三伏就許水多。如果臘八節當日係落雨嘅話，咁按照老一輩人嘅經驗就話預示住三伏天期間雨水比較多。三伏天天氣係好熱噶嘛，咁如果嗰時候落雨嘅話，其實係更有利於農作物嘅生長嘅。所以臘八節落雨對於農民嚟講係件好事嚟嘅。咁臘八節有咩禁忌呢？早上日粥就唔過紅，
咁臘八節呢個風俗又唔係話個個地方有嘅，喺兩廣地區就比較少啦。一般喺陝西啊、浙江啊、北京啊、山東就好興呢個節日嘅喎。嗱，個別地方認為臘八節食粥嘅話就要喺上午食，唔好超過下午啦。食嘅時候仲要剩翻些少咁話，寓意係五穀豐登，可以年年有餘。但係就唔好剩太多啦，畢竟唔好浪費糧食啊嘛，係咪？臘八就冇搬屋喎。傳統文化認為臘月係偏寒嘅，如果貿貿然搬屋嘅話，可能就會俾嗰啲寒氣阻隔家庭嘅興旺氣氛咁話，所以老一輩一般就唔建議臘月搬屋，就係咁解啦。咁第三個禁忌呢？臘八你冇返外家入飯。嗱，有啲地方嘅風俗係咁認為，話臘八節就唔好返外家食娘家飯，話會對婆家不利，影響和諧嘅氣氛咁話。咁有啲地方甚至講過時過節啊、大時大節都唔好返娘家過，話怕會食窮娘家咁話。咁好明顯呢一個係男尊女卑嘅思想導致啊！呢個嘢不可不信，不可盡信。所以對於以前嘅風俗，我哋要取其精華，去其糟粕。願你喺2025年事事周全，事事周到。願有人為你立黃昏，有人為你燭可溫。臘八節快樂！